當你20歲嘅時候，個個都叫你月供500蚊嘅話，如果你聽銀行話就擺喺 GIC 或者擺 cash 喺 checking account 嘅話，你係要等到65歲先得到100萬㗎。但係如果你識用我哋今日會提到嘅2026年 TFSA 致富指南，同樣係每個月供500蚊，都可以將退休年齡提前到49歲㗎。今日我哋會直接拆解5個正確策略同埋習慣，教你點樣喺加拿大度提早達到你嘅 financial freedom。Hello， 歡迎嚟到理財新手村 Level 4由呢度開始。我係 Gordon， 我係 Samantha， 我哋係 Novella Wealth 嘅理財顧問。我哋呢個 channel 咧係專幫加拿大嘅後生仔做一個清晰嘅財務計劃。根據 CRA 嘅數據，94% 嘅 TFSA 持有人咧係連10萬蚊都冇喎喺個戶口度。其實佢哋唔係唔願意去儲呢個錢，只係佢哋冇一個100萬嘅 blueprint 啦。我哋之前都提過，其實 TFSA 可以當做一個容器、一個 vehicle 咁樣，而唔係一個淨單單係一個戶口啦。我哋可以直接今日快狠準教你點樣17變100萬出嚟。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幫幫手，我哋努力衝破緊15000個訂閱。我哋希望可以繼續 provide 正確嘅理財知識俾加拿大嘅年輕人。如果你覺得我哋 provide 嘅資訊幫到你，不妨 subscribe， 幫我哋 beat 個 algorithm， 將呢啲重要嘅資訊帶俾更多人。多謝大家。好啦，入正題啦 ，Let's go。喂，阿 Sam，如果你月供500蚊嘅話，你覺得要幾多年先儲到100萬啊？月供500蚊，即係1年先儲到6000蚊啦，咁咪即係等於166年點66666年咯。哇，好耐啊！咁我哋不如計下數啦。假設我哋每個月會投資500蚊啦，我哋會用 TFSA 嘅喎。咁我哋會投資係會持續嘅，即係代表全程係唔會提款啦，同埋係唔會停供款嘅。嗱，回報率我哋係會根據長期股市嘅歷史嚟做個標準啦。跟住我哋會設定咗4個唔同嘅回報嘅 scenario 嘅，有5厘、7厘、8厘同埋10厘嘅，全部都用名義年化回報去計算，再用按月複利方式做 simulation。月供500要幾多年先得到100萬呢？同樣喺20歲開始，月供500，5厘回報，即係保守版啦，你要供44.8年，等到65歲先可以達標。7至8厘回報，呢個係現實版，大約33至36年，即係53至57歲左右啦。呢個係美國或者加股嘅長期平穩值。10厘回報，呢個係理想版，只需要28.9年，你49歲已經做到百萬富翁啦。聽落去個回報率就只係差咗2%啦，但係你嘅人生已經係可以差咗10年嘅自由喎。其實好多人都以為要發達，一係咧就中 Lotto Max 啦，一係要買好咗一個10倍股，你先可以達到呢個財富自由啦。但係其實只要你可以喺個市場度固定穩定咁樣擺一筆錢喺度，而且個回報率可能講緊保守估計7至10% 左右，其實你到50歲嘅時候已經可以係變成一個贏家噶咯喎。重點其實係要早啲開始啦，因為其實20歲嗰7000蚊可以變成你將來退休嘅時候嘅7萬蚊噶喎。仲有另外一點呢，其實就係一個持續性啦。我哋作為一個專業嘅財務顧問呢，其實就係喺呢度要幫你確保呢一個組合唔會因為短期嘅波動呢，而令到你要去偏離呢個長線嘅增長軌道。100萬呢個數學題已經計過啦。如果你想有呢個複利嘅威力嘅話，你就需要做呢5個理財嘅習慣。第一個習慣呢，就係要有一個 diversification 啦。其實而家好多20歲呢，最容易中嘅毒呢，就係睇2-3條片都覺得自己好醒啦。嗱，我叫做賭聖。你賭啤都要戴隱形液晶體眼鏡啊！我睬你一嘥氣，直情睇穿牌嘅。然後就 all in 一次過將所有錢擺晒喺同一隻股票度喎。結果咧升嗰陣時咧就覺得自己好勁啦，好醒；但係跌嗰陣時咧就覺得自己會開始懷疑人生啊。所以其實投資唔係需要咁複雜㗎，只要我哋係買一啲低成本嘅 index 啦。其實歷史都會講咗個答案俾我哋聽啦。長期被動嘅投資咧，大部分時間係會贏過專業嗰啲嘅基金經理㗎，所以其實問題唔係你夠唔夠醒，而係揾唔揾到一個唔需要靠醒都可以贏嘅方法。冇錯啊，所以你直接揀啲低成本啊，同埋穩陣啲嘅市場上邊嘅7至8厘回報嘅嘢，係好過你去專登去揾啲1厘嘅爆升嘅機會㗎。
第二個習慣呢，就係要有一個自動化強制嘅月供紀律啦，就係要將500蚊當成一個老馮要交嘅帳單。好多朋友我哋就算包括我哋嗰陣時後生啲都話，呢個月又要去旅行喎，哎呀我又最近買咗個袋，又買咗對鞋，咁下個月先啦，冇錢供啦今個月。呢個心態係唔得㗎。就好似我哋 level 1講過話，唔可以 spend 完啲錢先 save 㗎嘛，一定要設定咁自動轉帳，一出糧咧就要即刻就搬呢啲錢去入咗去個市度㗎啦。呢個就係 DCA，咁就時況好要買啦，時況唔好更加要買，咁先會幫到你拉長你個平均。第三個習慣呢，就係年輕人一定要全倉股票。我見過好多20幾歲嘅客人 TFSA 入邊全部一係就係 cash， 一係就淨係買 GIC， 簡直係浪費啊！ GIC 呢啲 account 基本上就俾啲比較年紀比較大嘅人用啦。你20歲有成10幾年去消化呢個 volatility， 梗係要擺80至100% 喺個股票市場啦。唔好浪費啲免稅位喺 GIC 度，咁先至可以用到最大嘅增長威力。嗱，我哋第四個習慣呢，就係要善用 compounding 呢個容器啦，呢點係好關鍵㗎，因為喺 TFSA 入邊所有嘅資本增值、股息、買賣利潤，全部都係100% 免稅㗎。冇錯啊，呢個就係提早退休嘅致富神器啦。如果你將同樣嘅投資擺喺一個 non-registered account 嘅話呢，你30年內俾嘅稅呢，係會延遲你10年先可以退到休㗎。第5個習慣呢，其實先係致富嘅真正秘密。我哋要提高我哋嘅供款能力，呢一個其實係重要過去追呢個回報率㗎。好多人都煩惱點樣由7厘變到8厘回報啦。但係如果佢可以透過增加佢個收入啦，即係如果佢可以由個月供由500蚊加到700蚊，甚至1000蚊嘅話呢，呢個總資產嘅推動力係遠遠好過或者大過啊！你揾下一個 Nvidia 㗎。如果我哋做到頭先提到嗰5個習慣，其實你已經行快過90% 嘅人㗎啦。但係如果我想再快啲去達到呢個目標，咁應該點做呢？咁呢，你就要學埋呢個進階版嘅 DCA 啦。平時我哋就會留一筆子彈。What's up, man? What's up, man? What's up? 點樣操作嘅呢啲子彈？嗱，咁平時啦，你就會維持住你500蚊一個月供啦。咁就如果市場大升啦，例如好似高過50年嘅平均線啦，by 10 to 20嘅 percent 啦，你可以減少少你個月供。咁呢一筆錢咧就 put aside 啦。咁呢個就會作為你個子彈。當市場大跌市，好似喺2020年 Covid 當時咁樣啦，大跌咗30至50%。我哋咧作為一個理財顧問，先要引導我哋客人去冷靜啦。跟住就要維持佢哋月供，更加之咧係要擺一個子彈啊，分批咁樣去買入市，因為我哋想趁低吸納噶嘛，由低度買入多啲貨，咁先可以縮短你由你而家嘅時間去到100萬嘅時間。嚟到呢度呢，我哋就想分享一下一個叫做 Tesla 男嘅古仔啦。呢個呢，其實係一個加拿大投資者，當時呢，心口有一個勇字，就全部將啲錢壓晒落去 Tesla 呢隻股票度喎。都唔使問啦，係嘛，晒啦。對唔住，周生，未到你。起頭落去都好風光㗎，跟住 Tesla 個股票咁爆升啦，佢由喺個 TFS 裏邊由幾萬蚊升到成170萬加幣啊！係啊，當時佢咧就覺得自己哇做咗股神啊，直情係諗住好快就可以實現到呢個財富自由啦。點知個市唔會根據咗佢嗰個劇本嚟去 forward 啊？唔係啩？咩事啊？冇嘢。之後 Tesla 個股價反而咧係大幅咁樣去回調咗啦，佢冇分散到佢呢個風險，就係我哋頭先啱啱提到嘅 diversification 啦，佢只係可以白白咁睇住佢個 account 由嗰170萬即係增長跌翻去100萬喎。雖然佢仲有100萬，但我諗冇人會想經歷冇咗70萬呢一個心理壓力嘅。所以今日我哋想講呢個 lesson of the story 咧，就係唔好單拿一隻股票啊，因為咁樣咧係會令到你個複利會極度唔穩定啦。升嗰陣你可能覺得自己好叻賺到錢咁，但係一遇到一啲大嘅調整嘅時候，其實你輸嘅唔止係錢，而係會開始懷疑自己，唔敢再去做一啲投資，咁反而咁樣會錯過咗下一個上升嘅一個週期，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習慣咯。長線嘅個核心啊，就其實係分散投資。頭先講 diversification， 咁先會確保到你個 blueprint 唔會因為一間公司咧嘅大跌咧而令到崩潰。
恭喜你又升咗個 level 啦！由20歲開始，你嘅時間就係最強嘅致富武器。我哋做理財策劃，其實最緊要唔係幫你揾一隻會升嘅股票，而係幫你喺未來10年、20年又或者30年入邊可以保持到一個紀律，唔會喺市場入邊俾情緒嚟帶走啦，又或者因為貪快咧而俾人踢出局喎，亦都唔會做一啲咁高風險嘅嘗試啦。因為其實真正可以拉開呢個差距咧，從來唔係因為1、2次嘅神操作啊，而係你有冇係一直留喺呢個市場入邊享受呢個 compound interest 帶嚟嘅力量。如果你而家喺 TFSA account 入邊淨係擺緊錢，冇做任何投資，又或者之前做過投資但係中途停咗的話，其實不妨可以揾我哋幫你去設計一套專屬於你嘅 TFSA 長線增長方案。歡迎可以 click 入去下面 description box 或者係 pin comment 嗰條 link 入邊，或者 scan QR code 預約免費嘅查詢。如果你仲未睇我哋上一集 Level 3 13個 TFSA 新手錯誤嘅話，記住翻去睇啦，嗰度我哋會教你點樣避免踩到 CRA 嘅地雷。最後大家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，你平時投資嘅目標究竟係 more close to 7% 嘅現實型啊，定係10% 嘅理想型呢？記得 subscribe 支持我哋衝破15,000個訂閱啦！理財新手村下集見，拜拜！最後大家可以留言話俾I don't like 榴蓮。OK。正確嘅理財知識俾加拿大嘅年輕人、年輕女。